從二戰的浴血衝灘到冷戰的垂直包圍，再到今天的分布式殺傷，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為了活下去而不斷自我否定的進化史。時至今日，他們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前。面对當今世界的危局，這支從不等待未來的部隊決定把航母封死，把坦克扔掉，把自己變成隱形的幽靈。他們想幹什麼？他們還能贏嗎？我是火力軍，今天我们來復盤這場賭上國運的軍事變革。首先，我們要聊聊大家伙，也就是陸軍馬銳們腳下的移動領土。你們以為這只是用來拉人的運輸船？並非如此，這是漂浮在海上的超級堡壘。看看這艘黃蜂級，排水量4萬多噸，這是什麼概念？它和某些國家的正牌航母旗鼓相當。對，說的就是你戴高樂號。而在這個龐然大物的肚子裡，能一口氣塞進3艘氣墊登陸艇，甲板上還趴着一堆垂直起降戰機。但最讓火力軍感到離譜的不是它的火力，而是它裡面藏着一個能容納600張病床的綜合醫院。是的，你沒有聽錯，600張。這哪裡是打仗，這簡直就是把一所醫院直接搬到了戰區。這種對單兵生命保障的投入，說實話，很多國家想都不敢想。但這還不是最誇張的。為了追求極致的制空權，美軍在下一代美利堅級上幹了一件更瘋的事兒，他們把船屁股後面的屋艙直接給封了。為什麼要這麼幹？為了給那位空中的大明星騰地方。F-35B 閃電2戰鬥機去掉了屋艙，意味着更大的機庫，更多的航空燃油，這樣一艘2棲攻擊艦搖身一變成了閃電航母。想象一下，一艘美利堅級搭載20架 F-35B， 這不僅僅是支援登陸，這根本就是單挑。它所擁有的5台機數量，足以在一瞬間碾壓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整個空軍。當然，美軍後來也回過味兒來了，覺得步子邁得太大，把登陸的能力全丟了也不行。所以在最新的 Flight 1型上，他們又把屋艙給裝了回来。這就是頂級玩家的修養，既要有 F-35B 踹門的霸氣，也要有氣墊船送重裝備上岸的底氣。能飞能游，成年人不做選擇，我全都要。這就是代差。當別人還在算計怎麼把兵送上岸時，美軍已經在想怎麼把整座機場和醫院直接拍到對手的臉上。光有肌肉沒腦子，在戰場上那叫莽夫。美軍之所以強，不僅是因為他們手裡有家伙，更是因為他們腦子裡有流程。很多人看2棲登陸只看到了萬船齊發的壯觀，但火力軍看到的是一種令人發指的精密科學。美軍把2棲作戰拆解成了一套標準化的工業流程，代號 PERMA， 計劃、裝載、演習、橫渡、突擊，這一套下來，嚴謹的像是完善的工業流水線。就拿裝載這一步來說，別以為就是把東西往船上一堆，美軍玩的是戰鬥裝載。簡單說就是後進先出，最先要用的彈藥和車輛必須最後裝上船，放在最顯眼最順手的位置。這聽起来是不是像廢話？但在混亂的戰場上，這就是生與死的界限。想象一下，你的前锋部隊正在灘頭被壓制，急需一輛步戰車支援，結果後勤告訴你，不好意思兄弟，車在最底下，上面壓着午餐肉呢。那時候你恐怕只想罵娘了。面对這種对物流管理的變態掌控力，才是落後軍隊和先进軍隊真正的分水嶺。這裡火力軍得多囉嗦2句，你知道這有多難嗎？在民用物流裡講究的是空間利用率，怎麼把船塞滿怎麼來。但在2棲戰的戰鬥裝載裡，為了保證那輛戰車能第一個開出來，美軍寧願讓船艙裡留着大片的空地，也不願意多塞1箱罐頭。這又叫為了戰術犧牲效率。很多國家的軍隊學不來，是因為他们心疼運費，或者是根本沒有那麼龐大的船隊來揮霍攻堅。但美軍不在乎，在他們眼裡，船艙空着不叫浪費，那是為了能讓戰鬥進行得更順利。這種奢侈的戰爭邏輯才是最讓人絕望的差距。而且別以為2棲戰就是衝上去佔領它，那都是老黃歷了。在美軍的戰術手冊裡，2棲戰被玩出了5種花樣，也就是 DIWO： 佯動、突襲、突擊、撤退和其他。其中最核心的變化就是從笨重的突擊轉向了高頻的襲擾。簡單解釋一下，以前的打法是我要這塊地，現在的打法是我要你這條命。美軍現在不想跟你拼消耗，也不想在你的要塞面前硬碰硬。他們有 MV-22 魚鷹，這玩意兒飛起來比直升機快2倍，航程遠3倍。當敵人還在海岸線上傻乎乎的修碉堡、挖戰壕的時候，美軍的突擊隊早就坐着魚鷹直接從防線的縫隙裡穿過去，飛到了幾百公里外的內陸，打掉雷達，炸掉指揮所，然後趕在敵人反應過來之前撤得無影無蹤。對於防守方來說，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敵人衝上來了，而是你根本不知道敵人会從哪裡降下來。這種戰術思想上的代差，比起武器的代差更讓人絕望。
如果說前面的裝備和戰術只是在術的層面修修補補，那麼接下來的這波操作是美軍絕對在道的层面進行了一场脫胎換骨的自我革命。2020年，美國海军陸戰隊推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計劃——2030部隊設計。這個計劃最讓人大跌眼鏡的一點是，就是他們決定裁撤所有的坦克營。當時這個消息一出，全世界的軍迷都炸鍋了，甚至有很多退役的老将軍跳出來罵娘。但火力軍想說，這就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美軍的邏輯其實非常清晰。你想想看，在那些遍布叢林、只有幾平方公里大的小島上，你把一個70噸重的鐵疙瘩運上去，光是後勤就能把人逼瘋。而且在現代反舰導彈和無人機的漫天飛的環境下，這些笨重的大家伙只要敢露頭就是活靶子。美軍不想當靶子，他們想當獵手。於是他們做了一個極為大膽的決定，以此換取極致的轻量化和隐身性。裁掉坦克省下來的錢和編制，全部被投入到了遠程導彈和感知網絡上。這就引出了美軍現在最核心的玩法 EABO， 全稱叫遠征前進基地作戰。听着很繞口，其實邏輯很簡單。美軍不再追求集結幾萬人搞一次大規模登陸，而是把部隊拆散成無數個小分隊，也就是他們口中的常駐部隊。這些小分队利用低信號特徵，像幽靈一樣潛伏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也就是敌人的導彈射程之內。他們把自己偽裝成荒島上的一塊石頭、一棵樹，建立臨時的導彈發射陣地。然後幹什麼呢？過去海軍送陸戰隊上岸是為了去佔領土地，未來陸戰隊上岸是為了變成岸基反艦炮塔，幫海軍控制海洋。這就不得不提他們的新王牌編制滨海作戰團。這群人不是去衝鋒陷陣的，他们是去封鎖海峽的。他們就像是海軍艦隊延伸到陸上的匕首，讓敵人的艦隊出不了港，進不了洋。這就是美軍的算盤。既然坦克上島沒用，那我就把島嶼本身變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如果說前面的戰略轉型還需要靠人的勇氣去執行，那麼美軍現在正在構建的則是一個去人類化的恐怖戰場。既然不想讓馬潤們去衝灘，那就讓機器去幹這些工作。這裡必須得介紹一個長得有點呆萌，但實際上極其兇殘的玩意兒——海軍陸戰隊遠征艦船攔截系統，簡稱 NMESIS。第一眼看過去，你會覺得這不就是一輛奧什克式軍卡嗎？仔細看你會發現不對勁，它沒有駕駛室，這就是一輛完全無人駕駛的遙控車，背上扛着2枚 NSM 隱身反艦導彈。這東西的戰術價值在哪裡？就在於美軍可以用運輸機或者氣墊船，把它像丟快遞一樣隨便丟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不需要人吃喝拉撒，也不需要複雜的後勤保障，它就在那裡靜靜的蹲草叢。一旦敵人的軍艦路過，這台遙控玩具就會射出致命的導彈，打完之後它自己會轉移陣地，或者乾脆就不要了。你想想看，這對敵人來說有多恐怖？你費盡千辛萬苦，又是衛星偵察，又是遠程轟炸，好不容易炸毀了一個目標，而結果發現你只是炸了一輛無人駕駛的卡車，而美軍的有生力量毫髮無損。除了這種無人殺手，美軍還發現以前那種幾萬噸的大船太顯眼了，於是他們開始造一種隱身出租車，也就是中型登陸艦。這種船的邏輯就2個字：保命。造價低，吃水淺，數量多，他們混在普通的民用船只航道裡，看起來就像是普通的貨輪，很難被識別。他们就像是勤勞的蚂蟻，不停地在太平洋島嶼之間把導彈車、無人機和補給運送到各個隱蔽的角落，編織出一張切不斷、炸不完的物流網。但最讓火力軍覺得美軍天下無敵的，還是美軍看不見的軟實力——聯合全域指揮控制，簡稱 JADC2。還記得我們前面說的 F-35B 嗎？在陸戰隊手裡，它不僅僅是一架戰鬥機，它更是一台飛行的超級路由器。它可以利用隱身性能飛到最前線，把敵人的坐標看個一清二楚，然後把數據實時傳回去。可能是一艘幾百公里外的驅逐艦，也可能是躲在樹林裡的海馬斯火箭炮，就會向目標突然開火，徹底消滅它。這種跨越軍種、跨越平台的聯合作戰，才是美軍最可怕的戰術能力。當對手還在通過無線電吼着請求炮火支援的時候，美軍的導彈已經在半路上了。這就是技術上的統治力。這不再是士兵之間的肉搏，這是更高層面上科技和技術的碾壓。看了這麼多先進裝備，可能有人會說，這不就是砸錢嗎？給我幾千億，我也能造。對此，火力軍只能說還是太天真了。美軍真正的壁壘，往往不是那些看得見的鋼鐵巨獸，而是那些看不見的軟件系統，也就是指揮體系。在很多國家的軍隊裡，海軍和陸戰隊雖然名為戰友，實際上卻是塑料兄弟情，互相看不起，甚至互相拆台。二戰時的日本軍隊就是個典型的反面教材。陸軍造潛艇，海軍造坦克，簡直就是笑話。但在美軍這裡，他們把這種跨軍種的協同練成了一種本能。在兩棲作戰的教範裡，有2個核心角色：兩棲特遣編隊司令穿海軍白制服，以及登陸部隊司令穿陸軍隊迷彩。在其他國家還在爭論誰官大聽誰的時候，
美軍早就確立了一套極度靈活的動態指揮機制，支援與受援。這不是看誰軍銜高，而是看誰是任務的主角。當艦隊在海上航渡時，海軍是老大，陸戰隊就是保鏢和打手。一旦陸戰隊踏上灘頭，開始建立陣地，指揮棒瞬間交接，陸戰隊變成主角，海軍的大炮和飛機就得聽陸戰隊調遣。而在最新的 EABO 戰法下，這種關係變得更加性感。陸戰隊上島不是為了和自己玩，而是為了在岸上架起導彈，幫海軍打掉敵人的軍艦。這時候，岸上的陸戰隊反而成了海軍的掩護火力。這聽起來容易，但在實戰的電光火石之間，幾千人、幾百艘船、幾萬個數據節點，要像同一個大腦一樣思考和行動，這需要幾十年的磨合、無數次的演習以及無數鮮血換來的教訓，這才是美軍最難被複製的地方。這種可以說發乎於心的指揮藝術，讓美軍在面對突發狀況時，擁有了其他僵化體制軍隊無法企及的彈性。硬件也許可以彎道超車，但這種深入骨髓的軟件，沒有100年的積累，你是抄不走的。回顧完這一切，你會發現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為了勝利而不斷進化的歷史。二戰時他們是兩栖突擊的實踐者，冷戰時他們是垂直包圍的先行者，而今天在2030部隊設計的指引下，他們又成了分布式殺傷的探路者。很多人嘲笑他們裁掉了坦克，甚至有人說這是在自毀長城，但在火力軍看来，這恰恰證明了這支部隊的可怕之處。他們從不戀舊，他們只迷信勝利。如果坦克成了累赘，那就扔掉坦克；如果大船成了靶子，那就造小船；如果人命太貴，那就讓機器人上。未來的两栖戰場恐怕不會再有那種千軍萬馬、硝煙彌漫的宏大場面，取而代之的是看不見的電子對抗，是沉默的無人殺手，是超视距之外的精準獵殺。在這場未來的戰爭中，你可能根本看不到馬潤的臉，你只能感受他們帶來的毀滅。技術在變，對手在變，戰場在變，但那句 Simple Fidelis 永遠忠誠，以及那個 First to Fight 首戰用我的地位從來沒有變過。他們不等待未來，他們正在定義未来。好了，今天的硬核两栖戰解析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給火力軍點個讚，點個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高見。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